是大脸喵。最近呢，老有朋友问我右上角这个人头图标是怎么弄的。在 ZBrush 中呢，这是一个可以自定义的功能。这期的分享就是如何把这里呢换成自己想要的模型。首先在文档这里把渐变范围变成0，接着按住背景的颜色吸取一个纯黑色，这样后面生成右上角图标的时候呢，背景才是透明的。接下来给这个模型呢选择一个自己想要的材质。那我这里呢选择了这个材质，我觉得这个材质呢质感还不错。当然还可以给模型加入想要的任何颜色。那我这里呢选择了一个偏黄的颜色，然后勾选 MRGB 这个选项，表示绘制材质和颜色。接着在色彩这里点击填充对象。到这里呢，模型的主体就弄好了。接下来要给它添加方向箭头，点击圆柱体，然后呢把圆柱体变成这个箭头的模型。点击生成多边形网格物体，把它旋转一下，也可以调整一下整体的长度。W 键进入 Gizmo 模式 ，Ctrl 拖拽模型并调整，把它放在这个位置。同样的方法再复制一个箭头模型，把它放在 Z 方向上。箭头的模型就做好了，接着在多边形组这里点击自动分组，模型就被分成了3个组，然后 Ctrl+Shift 点击 Z 方向的箭头。颜色这里呢给一个蓝色，材质这里选择扁平色，勾选 MRGB， 色彩这里点击填充对象。Ctrl+Shift 模型外点击显示出全部模型。另外2个箭头呢，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添上绿色和红色。这个箭头的模型也就做好了。接着回到主体模型这里，点击追加，把箭头呢加进来。然后就是调整它的大小和位置。箭头呢最好放在模型的前面，避免被挡住。箭头的位置呢因人而异，放上面也可以，放下面也行。现在就遇到了一个问题，那旋转模型的时候呢，箭头也跟着转。作为坐标的箭头呢，应该是一直保持不动，才能起到坐标的作用。选择箭头子工具，隐藏主体模型 ，Shift 加 S 截图，然后显示出主体模型，隐藏箭头模型。这样在旋转的时候，坐标模型呢就一直保持固定了。接着稍微的调整一下模型的位置，首选项这里找到视图导览，点击生成视图导览，那右上角这里呢就变成了当前的模型了。但是还没有结束，左侧材质这里呢生成了一张图，需要把它导出，保存在 ZBrush 安装路径 ZBrush 版本 Z Startup Camera View 这个文件夹里。最好呢这里保存成 PSD 的文件，给一个能区分的名字。保存好以后，再到视图导览这里，这个大小可以调整图标的尺寸。点击下一个就可以切换不同的图标，切换的就是刚才保存的文件夹里的文件。在选好了自己喜欢的图标后，首选项这里配置，点击储存配置。每次打开 Zebra 的时候，这里默认加载的就是你刚选好的图标了。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希望能帮助到你。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的你，我们下期见。